那我有用5种发展的面向，希望呢你了解自己的障碍，然后突破这个障碍，让你的人生继续往前走。童年心理学第3集，自我发展的困境。那方医师定义童年就是18岁以前算童年，儿童加青少年就叫童年。那我有提到过，在心理的层次上呢，有安全依附的问题，也就是说亲子关系没有提供足够的安全感，那是第1集里面提到的。那第2集呢，在安全的基础上，要从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就叫自我发展。那这个自我发展如果发展的不好，那你一辈子都在发展中。那现在那个点上，那一个期间呢，没办法往前走，这叫自我发展的困境。来，我们往下看。所以如果自我发展呢产生障碍，你不晓得自己是谁，你没有把自己准备好，你永远会在那个困境卡住，导致人生卡关，人生的困境。那到底有哪些自我发展的障碍呢？我们往下看。我今天有提到5个自我发展的这个面向，那前面2个呢，这个方医师先上场。那第1个我讲到佛陀的我，那是比较纵观我们的人生的哦，从生到死。第2个呢，是从神经心理学、演化学来讲这个神经的我。那这个是方医师的自我发展理论，算是第1部分跟第2部分。那第3个我用皮亚杰的那个儿童的认知发展。那第3个呢，我再特别提到弗洛伊德的性心理的发展，还有心理动力，这个本我、自我、超我的一个心理动力的这个发展。那这5种发展呢，如果发展的不好，你人生容易陷入困境。自我发展理论第1部分，那作者是方识钦，这样，那个就是我。那我把它界定成我存在，我有的，我是谁，最后我消失有这4个步骤。从我自己的存在就照上面写的，我拥有的东西，我拥有的东西来代表我我本来不晓得我是谁结果我就买了一个劳力士手表挂在手上，说这就代表我。那我就穿那个很棒的衣服，戴很贵的项链，然后找了一个很厉害的女朋友，这就是我。所以这个我有的就当作是我拥有的东西来定义我。后来呢，才慢慢去填充内在，说我的个性是怎样，我的喜好是怎么样，我的价值观是怎么样。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你已经很认真的建立起来的那个我必须要把它消失掉。你说这么辛苦建立的我还要消失掉吗？对，如果你没有消失掉，你的晚年不好过，过得很辛苦，因为你只要抓住那个青春的或人生的尾巴嘛，所以你第1人生跟第2人生没有分清楚，你会很难过你的第2人生。那这些发展如果有卡关，会发生什么问题呢？我借由那个佛陀的12因缘来讲这件事情。我们一开始存在以佛陀来讲，12因缘来提到无明行识如果仔细去理解它的内涵方医师就不多讲，那就是长出来你无中生有然后长出了一个你这个你是宇宙发展的一个精制品最优良的产品那就是你这个人。然后名色六入触受这4个词呢，指的是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听到、看到、皮肤的感觉到、闻到、嗅到，这个都是我们五感甚至到我们了解我们目前的感觉，这样的事就6事这叫感觉，活在当下的感觉。那这些感觉不会停在那里我们不是只有像爬虫类或一般的动物而已我们还会经过这些感觉，然后把它衍生成感受，我们加强它的情绪，然后补充它的认知，然后成为我们的感受，这感受就开始造作了。这是人类独有的一个能力，也是造作的一个工具爱取有因为爱想要拥有去拿然后拥有这样的行为，有感受有行为。到这边大家都还可以理解嘛？到最后有一个字叫做生这个生呢怎么会卡在这里呢？不是都已经准备老死了吗？怎么还会又出现一个生？都已经4、50岁了，然后5、60岁了，准备老死了，应该直接接老死就好了爱取有，然后老死，
结果中间呢，12因缘卡了一个生啊，生生不息的生啊，重生的生啊，第二人生的生啊。所以呢，其实在12因缘里面这个生方医师认为了不起、伟大、神秘的生呢，这个生呢就告诉你说如果你要活到80岁你不能用第一套来活。第一套到爱取有之前呢，叫做第一人生第二个生呢，就是要把你已经建立的第一人生呢，慢慢的消失掉，然后用无我的方式融入社会、融入宇宙，这个过程叫做生然后最后呢，这个老死重新投胎，再玩一次那这个4个步骤就是刚刚方医师提到的，我存在，我有的，我是谁，到最后是死而重生的我消失。那如果你今天在这个佛陀的我的发展有困难的话，有障碍的话，会怎么样呢？我存在的障碍，有些人从小因为亲子关系不是很正常、很健康，被家人被妈妈爸爸压到底，你知道吗？觉得你就是要乖啦，你就是要听话，就是要按照命令人家说小孩子不乖要打，对不对？打到乖嘛连乖也要打嘞。为什么乖要打？因为表示你服不服从，忠不忠心所以不乖要打，乖也要打呢。打到什么？打到你没有存在感呢。所以有些人小时候没有得到那种无条件的爱，搞到自己存在感很低不存在然后最后发展出像狗一样会讨好别人，或像猫一样不理别人，怕被伤害，这2种不正常的依附关系。那第二个，我有的。那慢慢的，你不晓得自己是谁，对不对？你就开始往自己身上贴标签嘛，开始要带贵的东西然后要装扮自己你有那些外表的东西来代表自己是什么样的咖，什么等级的咖。比如说车子一定要开好了，就车子都停在路边一定要给人家看到我是开什么车的。停到地下室，你还要开很贵的车干嘛？手表一定要给人家看到，然后一定要带名牌的。那包包一定要名牌的，而且是这一期的所以名牌包的重要性在哪里？不是因为它很好用，品质很棒是因为可以让人家看到我是什么样咖位的人，是不是这样？所以会现在用物质来彰显自己，来标签自己，那就是我有的障碍这个在青少年的时候曾经存在过青少年会重视外表那到最后第3个步骤，他开始有自己的价值观判断力、喜好，比如说政治也有不同的取向有人喜欢红的、蓝的、白的、绿的都有，所以各式各样的取向然后来填充说我是谁。那这些东西都代表我这个人的内涵内容，所以他从外表，然后慢慢的变成内在所以他经营我是谁那有时候经营到后来呢，这个变本加重变成一直要去跟人家张扬说我是谁，我是谁，我的意见，这是我的想法，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这个意见或想法很专制独断我是谁到极致呢，就是很暴君很暴君的方式那最后我消失的障碍，你本来在50岁以后慢慢的要把那个张牙舞爪的自我慢慢收起来，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因为你已经很厉害了，还要再去教育别人，你要听听看他的困难在哪里帮他想想看为什么你会在这个地方有困难，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就有些人没有办法做到永远都是我是谁，我是谁，要急着让大家知道我是谁，我的想法是什么，所以这时候就没有办法搞到我消失。那你没有做这个无我的过程方医师跟你讲，你第二人生也就是在死掉前的那20年你会过得很辛苦。一方面留不住青春的尾巴二方面又要张扬自己，结果这本事有限，所以这种落寞感、空虚感会伴随你到最后的人生所以赶快换跑道，走到第二人生无我。所以这4个如果走得不顺人生是会卡卡的呢。好，那第2个神经的我，神经心理演化的我，那是怎么回事呢？
我把它放在自我发展理论的第2部分，作者方识卿呢。那我们把大脑分为最底层的，那底层呢就是脑干，一直到上面的这个视丘啊那这个基层的部分呢，它负责你呢就是吃喝拉撒睡还有性这些基本的生存所以我把它叫做生存人那其实我们每天都要工作，除非你出生就很有钱，所以这个蓝领阶级的每天去上班，然后弄得很累回家吃个晚餐，看个电视，然后骂2句，喝个啤酒，这就是他的人生这就是生存人的一个本质这也没有什么坏处活得很实在那有人比较闲不是吃得很闲闲的人他喜欢在情绪上造作，比如说你好像对我有意见这个人好像需要巴结一下你不尊重我，我很生气对于这些情绪特别的放大，特别的敏感。那方医师把这一类人叫情绪人有钱有闲的时候，有时候容易发展情绪发展太多变成情绪上的困境。第3个这就厉害了我们的大脑最外层的皮层那个皮层长这么大，你不是拿来做一些简单的事你要发展你的信念。这个信念是抽象的，是伟大的是可以饿着肚子做的，是可以耐着脾气做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有信念的时候那些情绪都打不倒他，生存也不是问题你先发宏愿，说我要做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呢，你想得很清楚，那你很明确，很有决心，各方的善缘就会来聚先想你的伟大计划善缘来聚，钱也会来。这个部分我用马斯洛的5大需求来说明。马斯洛是一位心理学家，他提到说我们这个需求是要一步一步的往前发展。一开始是生理吧，一个小孩子如果没有吃没有睡他会死掉的。生理满足之后，他要安全感，他需要安全感。所以这部分有点像是刚刚提到的生存人。生存人就是要生存嘛，生存有2个条件嘛，一个是吃喝，一个是安全嘛，这是生存人。到了第2个叫情绪人。那你可以生存了以后，你要跟人家社交成群结队交朋友那在朋友圈里面，你要表现良善，得到别人的尊重那这部分的表现社交跟尊重就是方医师提到的情绪人这部分也要经营好或者你被人家讨厌或者是你讨厌别人，就是情绪人作怪。到第5个自我实现，一个人可以这个有生存的能力，又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最后你要实现你的抱负那这个自我实现跟尊重那个是要分开的你不是说我的自我实现就是强迫所有的人要尊重我，那就是暴君所以这个尊重跟自我实现是不一样的。自我实现不是让更多人尊重你，而是有信念去服务别人，服务大自然，服务这个宇宙所以这是一个无我的过程这个是一个我消失的过程这是一个成为信念人的过程当然你前面2个这个生存跟这个情绪要搞好你才可以去发展你的信念所以这个自我实现是这个道理的，是第2人生服务别人的自我实现而不是我的实现而不是说已经有70%人尊重我不行，我要干掉那30%让100分的人尊重我，这不对所以这个自我实现大家把它延伸到是服务别人的自我实现，牺牲自我的服务别人的自我实现，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吧。那接下来第3个儿童认知发展论，这个皮亚杰这名字就是法国的心理学家，他提到他观察这个儿童他们认知是怎么发展的。第一个就隐形存在，小于2岁常常说这个手机在这里，然后把手机拿到后面手机不见了。那一开始1岁的小孩会瞪大眼睛说手机真的不见了嘞，可是到1岁到2岁他就已经发现了在后面，所以他可以理解看不见的还是存在，这叫隐形存在。可是有些人会卡关既然有人会卡关，你知道有人来看病方医师跟他讲半天说你这是神经性发炎大脑这个有压力产生的一种发炎，讲半天他还是要眼见为凭你最好给他照张颈椎的 X 光说
哎，这里有长骨刺，哎，哦，原来是这个尖尖让我脖子痛、头痛的。大家还停留在眼见为凭的时代，那就是不承认抽象的隐形存在了，还在1岁2岁那个阶段。好，那第二个阶段呢，叫做自我固化，在7岁以前，那个小孩子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切的世界都是围着他转的，所以所有事情呢，他只有自己的想法，他不能理解，竟然有别人的想法呢。比如说你给他糖果，糖果很好吃啊，那你给另外一个大人吃，说，这个好难吃，这小孩子又瞪大眼睛了，怎么可能糖果很难吃？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小孩子是只有自己的想法，他没办法理解，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吃糖果？就他喝了一口老爸的啤酒，吐出来，这么苦的茶，这么水，竟然有人要喝，那就觉得他老爸可能有病这样子。到第3个阶段，慢慢可以理解他人，就说原来呢你喜欢喝苦的水，是因为人生比啤酒还要苦啊，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要喝那么苦的酒呢？因为人生比酒还要苦。到最后一个步骤，抽象推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啊，大于11岁以后是可以有抽象的、有理论的。那这方面是跟宇宙这不是理解他人，是理解宇宙的。所以如果你想想看你自己的认知是不是眼见为凭？是不是只有想法，自己的想法才是对的？你有没有理解别人的想法？你有没有尝试去找到这宇宙的规矩？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认知发展。有人如果没有走过去，就会停在那里。第4个，心理的性发展理论，这是弗洛伊德的这个性心理的。他说人在性方面有5个阶段，那每一个阶段如果没有过，也会卡关的呢。比如说第1个阶段口腔期，其实在小孩子1岁以前半岁以前他真的是有奶便是娘。对婴儿来讲没有什么谁是重要的，你只要给他吃了，有奶便是娘。他从口腔期也得到一种满足感、安全感。那这一期如果走得不顺然后就会有口腔期的障碍。那弗洛伊德说这种口腔不满足的人一辈子都比如说喜欢抽烟嚼槟榔或者是喜欢吃东西既有口腔得到满足，下一个阶段就肛门期。那小孩子开始要排泄，那有些父母就不能忍受说，都这个年纪的大小便还不能控制，就你尿床会被骂嘞，会被笑嘞。说5、6岁的念小学还尿床，那自己觉得很受穷。那像这样的阶段如果很受穷的话他会过度的对秩序要求，他会有2种极端要么就是很要求秩序，要么就是很随便、很邋遢了。对于这个肛门期没有走好，父母严厉的管教，造成肛门期这个过得不是很愉快。第3个性器期，性器期就是发现自己是男生或者是女生，那这个阶段呢，如果没有走好，性别认识有矛盾，觉得自己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是男的吗？那我是女的吗？如果你把男生穿女生的衣服，女生穿男生的衣服，你会让他有点混淆嘞。他的性心理的发展在这个阶段，对自我性别的认同产生混淆那这也是个问题到第4个阶段潜伏期也就是说性在这里已经告一段落了，他好好的要交朋友了，所以他到学校跟人家交朋友交往，所以这个叫做潜伏期。也就是说这刚性的事情先压制一下，不要搞那么大，社交技能跟学习到第5期两性期，这时候荷尔蒙又来了。荷尔蒙一来男的要找女的，女的要找男的，而且是荷尔蒙带动。人会结婚如果没有这些性荷尔蒙带动这是一门不划算的生意。所以有些人过了一个性荷尔蒙消退的时代，比如说快40岁好了，他其实没有那个动力去结婚因为荷尔蒙退了，不会做这种赔本的生意。所以两性期开始关注异性，这是弗洛伊德性心理的发展，然后产生障碍的结果。那心理动力论呢，也是很厉害弗洛伊德在1923年呢，他提出我们在意识的自我这一个部分叫 ego， 往内有一个叫本我 ID这 ID 是比较原始的，
想吃就吃，想拿就拿。比如说这边假设有一只猴子来，然后你给它放一个东西在这里，它跟你笑2下露个牙齿，直接就抢走。它是看你一下，你发现你是可以欺负的，它就直接拿走。这就是 ID 了，直接了，不客气的。那什么叫超我呢？比如说你觉得自己理想中的自己是什么？明明自己这个脾气不好。然后跟人家说，我脾气不错明明自己这个很独断，就说我都会听别人的意见，这叫超我。他已经迷失了，他把超我当作是我，当作是自我在交换。他因为自我不够完美，他就创造虚拟的一个完美的自我来取代自己。有些人还有意识说那是虚拟的我，那是我要努力的目标。有些人直接宕机，把虚拟的我当作自我。然后骗自己，骗别人。那方医师就说我们中间那个我刚好是很平均的我，也没有很厉害，也没有很脆弱。那我们自己有一个真的厉害的我，那个厉害的我把它叫做理想的我，超我。超我你不要弄得太高啊，高到你高攀不起。那你内心有一个脆弱的我呢？这个脆弱的我比较不是那个 ID， 那个 ID 是比较动物性的我。那个跟弗洛伊德不太一样。我讲这个真实的我，脆弱的我，你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厉害的。你只是不想要去正视它，甚至看不起它了。那你人生这个有意识的我你要跟2个朋友一起随行。第一个就是真实的我，脆弱的我，比较没有那么厉害的我。第二个呢是理想的我，虚拟的我，厉害的我。这2个随行的朋友，如果距离很远就是幸福的距离。所以你不要把这个3个我弄得很开很宽呢。我因为创伤而埋藏掩盖真实的我，我因为压力而虚拟一个理想的我。所以冲突的我就是说太厉害的理想的我跟看不起不理他的脆弱的我产生这个人质的情节。所以说我因为不能接受我自己这么脆弱，那我因为不能接受这个现实面这么残酷，所以我绑架了我自己。我把自己去合理化那个创伤的我跟完美虚拟的人设。那这些冲突都会让你人生过得很卡的因为你没有真正面对真实的内心然后你又去创造一个虚拟的人设，那这样子搞到你都不晓得自己是谁。最后这一章来合理的这个跑步是这样，你这个我要去扶那一位脆弱的我，你要撑着他走撑着他走。那前面那一个厉害的我要稍微等一下，不要跑太远，好不好？看得到的距离，不要连车尾灯都没有办法看到。最后方医师要讲我叫 AI 这个达利画了一张图，然后画说你人生到底是停留在哪一个阶段？你目前的人生是停留在哪一个阶段？你的发展是不是有障碍？那我有用5种发展的这个面向来跟各位分享。那希望呢你了解自己的障碍，然后突破这个障碍，让你的人生继续往前走。以上分享，谢谢。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